你好，今天是12月21号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正好是中国的冬至。对，冬至，我觉得很多外国朋友可能听过这个词，但不一定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其实冬至啊，它不只是一个日期，它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的一个日子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它既是一个自然现象，也是一个传统节日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奶奶总是说冬至大如年。对对对，这句话特别有意思，就是说冬至这一天，在中国人心里，它的重要程度几乎和过年一样。那我们先说说冬至到底是什么吧。好，冬至啊，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说，它是北半球白天最短、黑夜最长的一天。就是说，今天的太阳它照射的时间是一年中最短的。对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太阳今天几乎是直射南回归线，对我们北半球来说，太阳光是最斜的，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也是最低的。但是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从冬至这天开始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长。古人有句话叫吃了冬至饭，一天长一线，就是说，虽然今天是最短的一天，但从明天开始，每天的白昼都会增加一点点。这个一线就是形容增加的很少很少，像一根线那么细。对，特别形象。而且啊，冬至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，就是从今天开始要进入数九寒天了。数九寒天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冷。哈哈，确实，数九寒天就是说，从冬至这天开始，每9天算作一个九，一直数到9981天。19、29、39，一直到99。对，这81天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民间有句话叫数九寒天，冷在39，就是说，通常在第3个9天的时候，也就是冬至后的19天到27天，是最冷的。我想起来小时候学校里还教过数九的歌谣，哦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句是3949冰上走，就是说那时候河都结冰了，可以在上面走。对对对，还有5969沿河看柳，就是说到了5969的时候，河边的柳树开始发芽了。这些歌谣其实就是古人观察自然的智慧。说到古人观察自然，冬至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传统，叫三候。三候就是古人把冬至分成3个阶段，每个阶段5天，用来描述自然界的变化。具体是什么呢？第一候叫蚯蚓节，就是说土里的蚯蚓还是蜷缩着身体，像打结一样，因为这时候阴气还很重。蚯蚓都冷得缩成一团了。对，第二候叫弥脚解，古人认为麋鹿的脚是朝后长的，属于阴性。冬至后阳气开始增长，麋鹿感应到了，就开始掉脚了。这个观察好细致啊。第三候叫水泉动，就是说山里的泉水开始流动，甚至会变温热，表明地下水受到阳气影响，开始活跃了。听起来古人真的是把自然观察得特别仔细。对啊，而且冬至作为一个节日，历史特别悠久，它的习俗啊可以追溯到汉代。汉代那得有2000多年了。在汉代的时候，冬至前后官员都会放假，老百姓也会庆祝。到了唐宋时期，冬至的庆祝活动达到了鼎盛。我听说在古代，冬至的重要程度真的不亚于新年。对，特别是在南宋的时候，京城里对冬至特别重视，即使是很穷的人家，也会在这一天换新衣服，准备好吃的，祭祀祖先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中国人还这么重视冬至吗？当然重视啊，只是庆祝的方式可能没有古代那么隆重了，但是有一些传统习俗到现在还保持的特别好。比如说，最典型的就是吃饺子了。饺子，我知道很多外国朋友都吃过饺子。对，但可能不知道，在中国北方，冬至吃饺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传统。有多重要呢？民间有句话叫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哈哈哈，这句话好有意思。这句话听起来像开玩笑，但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温暖的故事。什么故事？相传啊，在东汉末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医生叫张仲景，被称为医圣。张仲景，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对，他是中医史上特别重要的人物。有一年冬天，张仲景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都被冻伤了，特别心疼。
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保暖条件。对啊，所以张仲景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他用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材切碎了，然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形状。包成耳朵的形状。这种食物当时叫焦耳。张仲景把焦耳煮熟了，分发给大家吃，帮助大家抵御寒冷，治疗冻疮。哇，这就是饺子的起源。对，后来焦耳慢慢演变成了饺子，所以冬至吃饺子其实是为了纪念张仲景的这个善举，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耳朵不被冻伤。这个故事真的很温暖。而且你看饺子的形状，是不是很像古代的元宝？确实有点像。所以饺子还象征着财富和好运。在冬至吃饺子，不仅是为了保暖，也寓意着辞旧迎新、团圆吉祥。那饺子里面一般包什么馅呢？这个就丰富了，传统的有猪肉大葱、韭菜鸡蛋、白菜猪肉。听起来就很香。对啊，而且包饺子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温馨的活动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，特别有家的感觉。我想象一下，一家老小围在桌子旁边，有人擀皮，有人包馅。对对对，小孩子可能包的不太好看，但大家都会夸他包的好，这种氛围特别温暖。那南方人呢？南方人冬至也吃饺子吗？南方人有自己的传统，他们冬至主要是吃汤圆。汤圆？对，汤圆是圆圆的，白白的，有点像，怎么形容呢？就像小小的白色球球，煮在热汤里。为什么要吃汤圆呢？因为汤圆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团圆，圆圆的形状也象征着圆满。所以吃汤圆是希望家庭团圆，事事圆满。对，冬至吃的汤圆还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冬至圆。民间有句话说，吃了汤圆大一岁。吃了汤圆大一岁，就是说吃了冬至的汤圆，人就又长了一岁。这其实是把冬至当做一个新年来庆祝的意思。汤圆里面也有馅儿吗？有啊，甜的馅儿特别多，比如黑芝麻、花生、红豆。听起来很甜。对，特别香甜，咬一口，里面的馅就流出来了，特别满足。当然也有咸的，比如鲜肉馅儿的。那除了饺子和汤圆，还有其他的冬至食物吗？有啊，比如在四川、重庆还有山东的一些地方，冬至流行喝羊肉汤。羊肉汤？对，热腾腾的羊肉汤特别暖胃。中医认为羊肉性温，能补气血，益肾气。在寒冷的冬至喝羊肉汤可以暖身驱寒。听起来就很温暖。而且那种羊肉汤啊，通常会炖得特别久，汤色发白，羊肉炖得特别烂，一喝下去整个人都暖和了。我想起来，不同地方的冬至食物还挺不一样的。对啊，比如在苏州，冬至夜有喝冬酿酒的习俗。冬酿酒？这是用糯米或者黄米加上桂花酿造的酒，甜甜的，度数不高，特别香。桂花的香味一定很好闻。而且在南方一些地方，冬至还会吃烧腊，就是烧鸭、烧鹅这些。为什么要吃烧腊呢？寓意家菜添岁，就是希望新的一年生活更丰富。还有吗？在宁波有吃番薯汤果的传统。番薯汤果？番薯就是红薯，汤果是一种小圆子。吃番薯汤果有个特别的寓意，就是把过去一年的霉运翻过去。哦，番薯的番和翻过去的翻是谐音。对对对，中国人特别喜欢这种谐音的寓意。汤果也是圆圆的，象征团圆。听起来冬至的食物都有很美好的寓意。对啊，其实不只是食物，冬至还有很多其他的传统习俗。比如祭祀，冬至是祭天祀祖的日子。祭天祀祖？在古代，皇帝会在冬至这天举行祭天大典，感谢上天的恩赐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。那普通老百姓呢？普通老百姓会祭拜祖先，在祖先的牌位前摆上贡品，烧香磕头，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怀念和敬意。这是一种很庄重的仪式。对，也是祈求家族平安，希望祖先保佑后代。还有其他习俗吗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叫九九消寒图。九九消寒图听起来很有诗意。就是古时候的人为了记录寒冬的进程，会画一些图或者写一些字，每天填一点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比如说画一枝梅花，有81个花瓣，每天涂一个花瓣，
等到81个花瓣都涂完了，春天也就来了。哇，这个想法好浪漫。还有一种是写字的，比如庭前垂柳，珍重待春风这9个字，每个字9笔，一共81笔，每天写1笔。这样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期待。对啊，就是在漫长的冬天里，给自己一点希望，期待春天的到来。我觉得这些传统习俗都体现了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。说的特别好。其实冬至这个节日，它不只是一个日期，更是一种文化，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对，就像刚才说的那些食物，饺子、汤圆、羊肉汤，它们不只是食物，更是承载着人们对团圆、温暖、健康的渴望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冬至的很多习俗都和圆有关系？确实，饺子像元宝，汤圆是圆的，连团圆这个词也有圆。对，圆在中国文化里代表着完整、和谐、团聚。特别是在一年中最寒冷、白天最短的这一天，人们更需要这种温暖和圆满的感觉。而且我觉得冬至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，就是它标志着转折。怎么说？虽然冬至是最冷的时候的开始，但同时也是白天开始变长的时候。就像人生一样，最困难的时候，往往也是转机的开始。这个比喻特别好，古人说否极泰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所以冬至不只是一个节气，更是一种哲学，一种对生活的理解。而且我觉得对于外国朋友来说，了解冬至这个节日，其实就是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比如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团聚，所以冬至要一家人一起包饺子、吃汤圆。还有对自然的敬畏和观察，像3候数9寒天，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。对，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像各种食物的寓意，都表达了人们对健康、财富、团圆的期盼。我想这些可能是全世界人民都共同拥有的情感。对啊，虽然文化不同，但对家庭、对温暖、对美好未来的渴望是人类共通的。那如果外国朋友想要体验中国的冬至，应该怎么做呢？最简单的就是吃饺子啊。对，可以去中餐厅或者自己学着包饺子。包饺子其实不难，而且特别有意思。面皮、肉馅、蔬菜，简单的材料，但包出来的饺子每一个都不一样。就像每个家庭的故事都不一样。对，而且包饺子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活动，可以和朋友一起包，一边包一边聊天。如果不会包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包的不好看也能吃，而且中国人特别包容，会很耐心的教你。还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了解一下数9寒天，从冬至开始，每天记录一下天气的变化，感受一下古人观察自然的智慧。或者画一个99消寒图。对，这个特别有意思，每天画一笔或者涂一个花瓣，既是一种记录，也是一种期待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理解冬至的精神内核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在最寒冷的时候，依然对温暖和光明充满希望；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依然相信美好的未来。说的特别好，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乐观精神。而且冬至还教会我们珍惜当下，珍惜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光。对，一碗热腾腾的饺子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温暖，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，其实就是最珍贵的。我想起一句话：岁寒知松柏。这句话用在冬至特别合适，在寒冷的冬天，我们更能体会到温暖的可贵，也更能体会到家人朋友的重要。而且冬至还提醒我们要注意保养身体。对，古人说冬至养生，就是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保暖，多吃一些温补的食物。像羊肉、生姜、桂圆这些，都是冬至时节很好的食物。还要早睡晚起，顺应自然的节律。对，冬至的养生智慧其实就是顺应自然，与自然和谐相处。我觉得这对现代人特别有意义。怎么说？现在很多人生活节奏很快，经常忽略了季节的变化，忽略了身体的需要。对，冬至提醒我们要慢下来，要关注自己的身体，关注自然的变化，也要关注内心的需要，比如对温暖、对团聚的渴望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现在的年轻人还会过冬至吗？我觉得会的，只是方式可能有所不同。比如说
比如可能不会像老一辈那样严格按照传统仪式来，但还是会吃饺子，还是会和家人团聚。对，传统在传承中也会有所变化，这很正常。而且现在有了网络，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可能会通过视频通话和家人一起云过节。这也是一种团聚的方式。重要的不是形式，而是那份心意，那份对家人的思念和关爱。说得对，而且我觉得冬至这个节日对于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有一种特别的意义。什么意义？它提醒我们停下来感受一下季节的变化，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。对，在忙碌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理由，好好吃一顿饭，好好和家人聊聊天。而且冬至的很多习俗都特别适合现代人。比如包饺子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减压活动，用手去和面去包馅，这种手工的过程能让人放松下来。确实，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手工，觉得有治愈的效果。还有99消寒图，其实就是一种正念练习，每天专注的做一件小事儿，记录时间的流逝。这和现在流行的冥想、正念练习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对啊，古人的智慧在现代生活中依然有很大的价值。而且我觉得冬至还教会我们一种生活态度。什么态度？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，也要有仪式感，也要有期待。对，不是说一定要过得多么隆重，而是要有一颗感受生活美好的心。一碗热汤，一盘饺子，一家人的团聚，这些简单的事情其实就是最大的幸福。而且冬至还告诉我们，困难是暂时的，光明总会到来。就像吃了冬至饭，一天长一线，虽然增长得很慢，但每天都在进步。这种坚持和希望的精神，我觉得特别珍贵。对，特别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想想冬至的寓意，就会有继续前进的勇气。所以说，冬至不只是一个节日，更是一种人生哲学，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困难，如何珍惜美好，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，也教会我们如何爱家人，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意义。我想这些道理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都能从中受益。对啊，文化可能不同，但人性是相通的，对温暖、对爱、对希望的渴望是全人类共同的。所以我觉得了解冬至不只是了解中国文化，更是了解人类共同的情感和智慧。说的特别好，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。好的，冬至是中国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节气，通常在12月21号到23号之间。它标志着北半球白昼最短、黑夜最长的一天，也是数9寒天的开始。但同时，从冬至开始，白天会一天比一天长，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的回归。冬至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从汉代开始就是一个重要的节日，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。在传统习俗中，北方人冬至吃饺子，南方人吃汤圆，都寓意着团圆和美好。还有喝羊肉汤、祭祀祖先、画99消寒图等等习俗，都体现了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。对于外国朋友来说，体验冬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吃饺子，感受那种家庭团聚的温暖。更重要的是理解冬至的精神内核，在困难中保持希望，在平凡中发现美好。冬至教会我们顺应自然，珍惜当下，也教会我们在最寒冷的时候，依然相信春天会来。这种智慧和情感超越了文化的界限，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。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在这个冬至感受到温暖和希望。也希望大家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意思，可以推荐给身边的朋友，让更多人了解冬至，了解这个美好的传统节日。那今天就聊到这里，祝大家冬至快乐，记得吃饺子哦。